6月6日，由中国船舶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建造的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出坞。该船将全面开启码头细泊试验、出海试航和命名交付的决战周期。这意味着中国造船业距离摘取造船业皇冠上最后一颗明珠，填补国产大型邮轮空白，实现在大型邮轮建造领域零的突破，这一历史性时刻越来越近。这对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白色涂装、流线型船体，身系敦煌飞天彩带的是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已取名为爱达魔都号，寓意从上海出发，爱达世界。该船总吨位达 13.55 万吨，总长 323.6 米，行宽 37.2 米，共有2826间舱室，其中乘客舱室2125间，船员舱室701间，总面积约 3.46 万平方米，最多可容纳乘客5246人。该船采用吊舱式电力推进系统，配备2台 16.8 兆瓦、3台 9.6 兆瓦，总功率 62.4 兆瓦的主柴油发电机，以及2台 16.8 兆瓦吊舱推进器。大型邮轮空调系统的分区和系统形式复杂多样，爱达魔都号主要配备了5套主冷媒水系统和7套应急制冷系统，系统还包括约100台中央空调器、近2500套风机盘管，以及14000多个用户末端等。该船还拥有总长度超过40公里的高压水雾消防系统，其雾化喷头数量超过 1.1 万个。该船通过区域化的分割设计，能够满足全船2800多个舱室、公共区域和机械处所的消防需求。在超过4万平方米、高达16层的庞大上层建筑生活娱乐公共区域，设有大型演艺中心、大型餐厅、特色餐馆、各式酒吧、咖啡馆、艺术走廊、SPA、水上乐园等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设施，还有海上最大的免税店、开心麻花话剧、融合人工智能和 STEAM 课程的海上探索营，以及 5G 信号覆盖、被誉为移动的海上现代化城市。建好这座城市并不容易，大型邮轮是一项巨系统工程，其技术更复杂，设计建造要求更高，风险和挑战也更多。因此，在邮轮起伏状态下，对一些关键项目再次进行一系列技术验证，是确保其整体安全性必不可少的操作流程。自6月1日凌晨起，爱达魔都号开启了为期6天的注水起伏、位移和出坞作业。期间，通过船体倾斜试验，对整船的重量、重心和稳定进行测定。重量重心控制是贯穿邮轮全生命周期的3大核心技术之一。对于大型邮轮来说，空船重量的微小偏差可能导致载重吨的较大损失，而重心位置的偏差则会对稳定安全或游客舒适度带来较大影响。外高桥造船通过引进消化和自主创新，攻克了邮轮重量重心控制这项关键技术。此次通过倾斜试验，对设计开发成果再次进行验证，试验结果完美，重量重心数据可控。通过脱钩和巡游试验，该船对全船救生艇进行了功能验证。爱达魔都号共配置20艘超大救生艇，单艇额定成员314人，共可容纳超过 90% 全船最大救生定员人数。在已完成艇架负载和升降试验的前提下，对每一艘救生艇再逐一进行脱钩、巡游以及回收试验，验证正常工况和应急状态下的性能。项目组还使用高压水枪对舷门冲水检验其密封性。大型邮轮在坞内起伏后，船体结构内部应力释放，结构可能产生细微变化，对舷侧门的密性状态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爱达魔都号左右舷共有42扇舷门，根据设计规范要求，对40扇舷门进行冲水试验。为了保障舷侧门功能完善，外高桥造船通过模拟海上航行状态，在距离舷门 1.5 米处，以高压水枪冲水的方式检验了每一扇门的密封性能。经过科学严格的试验，进一步验证了中国首制大型邮轮在设计、工艺、生产准备、总装建造、内装工程和系统集成等阶段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
充分表明爱达魔都号完全符合出户各项技术要求，可转入码头细泊试验、出海试航和命名交付新阶段。目前，爱达魔都号总体进度为 94.62%， 建造进度为 92.15%。根据计划，该船将于今年7月和8月进行2次试航，全面验证动力和推进系统、消防、火警、救生、通信导航、震动噪音、安全返港等涉及邮轮安全的各项功能，完成房舱提交和公共区域的内装工程提交，并将于今年年底举行命名交付仪式。大型邮轮作为现代工业和现代城市建设综合化、集约化的巨系统工程，代表着一个国家装备制造能力与综合科技水平。因设计建造难度极高，与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空母舰一起，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3颗明珠。它考验的不仅是造船技术和工艺，还有管理模式和相关产业的配套。爱达魔都号整船零部件数量达到2500万个，相当于919大飞机的5倍，复兴号高铁的13倍。全船总电缆布置长度达到4200公里，相当于上海至拉萨的距离。为了摘得这颗明珠，我国从10年前就已开始布局。2013年10月，经过多方洽谈，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选择全球最大的邮轮运营商嘉年华集团进行邮轮项目合作。此后，国产大邮轮项目持续推进。2015年，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投资公司与嘉年华集团签署邮轮运营合资协议。2016年，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意大利芬坎蒂尼公司正式签署豪华邮轮造船合资公司协议，双方合资设立豪华邮轮设计建造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负责合资公司豪华邮轮的建造和交付。2018年11月6日，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与中船嘉年华邮轮有限公司和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2艘大型邮轮新造船合同，另加4艘选择权，每艘邮轮船价为 7.7 亿美元，合同总价为 15.4 亿美元。2019年10月，国产首艘大型邮轮正式点火钢板切割，全面进入实质性建造阶段。3年多的时间里，邮轮项目团队先后攻克了重量控制、减震降噪和安全返港等，贯穿邮轮全生命周期的3大核心技术，已形成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2023年5月，这座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船名正式发布。爱达魔都号一旦交付运营，中国将成为继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后，全球第5个有能力建造大型邮轮的国家。小编在收集资料的时候，竟然发现有人质疑爱达魔都号造价过高，高达55亿的建造成本，是打肿脸充胖子的面子工程。为了让这些人心服口服，小编给大家算一笔账，用真实数据说话。玛丽皇后2号是世界著名的10大邮轮品牌之一的冠达旗下邮轮，2004年下水，造价8亿美元，总吨位14万吨，船长345米，最高可载3090人，甲板面积有3个足球场大，船上有15个餐厅、5个游泳池以及各种娱乐、健身、演艺中心，是世界上最豪华的邮轮。当年创建了投资最大、设备最先进等若干项世界第一。玛丽皇后2号每年在大西洋上往返20次，其余时间在世界各地巡航。这艘船每年都至少1次经过中国，中国游客可通过购票上船，当然船票也比较贵。在为期14天的加勒比海航行，一张普通舱位的船票大约2000欧元，约等于 1.5 万人民币。豪华套房的价格是4万欧元。爱达魔都号和玛丽皇后2号下水时间相差近20年，各种设施和服务还有安全保障，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爱达魔都号最大载客量5246人，一张门票按照均价2万人民币，一趟1个亿，一月2趟1年24亿。而且对豪华邮轮来说，票价反而是最便宜的，各种消费加上购物，一年赚回本不是轻轻松松。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质疑，说不可能次次满员，邮轮维修维护也要钱。但大家如果考虑到国产大型邮轮对国家的影响力，对一个公司的影响力，钱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